2份鉴定意见不一致，这次很难办。这我也知道啊。我要你来就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。罗总，只有最后一个办法，我们就放手一搏，死马当活马医。说，首先，我们得把郑铎的人设做足、做全、做大。他明明是救人英雄，现在却被越描越黑。我们可以找几个大 V 明星的经纪人聊一聊，让他们在自媒体上疯狂地煽一把情，不仅增加他们的曝光率，还可以凸显他们关心时事、质疑权威、为弱者发声的人格魅力，同时也达到了我们的目的。可以。作为一名律师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我的最高目标。只要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，只要对我当事人有利的事情，我都可以做。如果辩护律师都不能据理力争的话，那就没有人能帮得了被告人。在我面前演上了，感觉自己像个好人了是吧？冯总啊，这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你心里应该清楚了吧？明白明白，罗总您放心，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一定给您干得漂漂亮亮的。行。对了，至于你上次让我帮你帮忙什么经营许可证啊，都是小事儿，我呢都能跟你办齐了啊。关键是在于我们之间的情谊，对吧？哎呦，谢谢罗总，谢谢。哎，到了到了。林阿姨，再看看这个。哎呦，这不是苏总吗？哎呀，你说这相约不如相遇啊，在这儿幸会到您。封总有雅兴来看古董。嗨，就好这口。哎，我听说你们罗总最近得了一对好瓶子，乾隆的。封总也听说了。嗨，听说了。我这不请罗总打高尔夫的时候，他偶尔说起的。他说，那对瓶子器型比较小，但是品质上乘啊，罗总都赞不绝口。所以，封总想收购？哎，不干不干不干，我怎么敢收购罗总的宝贝？其实是我们家老爷子，他想得的。啊，哎，你老爷子说了。他这辈子啊，就对这些历朝历代的瓶子感兴趣。人家下辈子投胎都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瓶子。你说说这？那行，那看在老爷子的份上，我替你向罗总求求。哎呦，苏总，您替我说说好话，我这儿替老爷子谢谢你。嗨，其实我当面问过罗总这瓶子的市价，罗总怎么讲？他说，至少也得上百万吧。小苏啊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我先走了啊。林阿姨，您等等。这是什么呀？从文物展厅出来啊，我就给罗总打了一个电话。罗总他说了，管他这个总那个总的，一律免谈。这个瓶子啊，天生就是林阿姨的，只有林阿姨的身份和地位才相配。绝对不行！哎，罗总他还说了，如果林阿姨觉得这个东西碍眼，回头啊，他让封总来找您，任凭林阿姨随便处理个价钱。小苏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东西我是绝对不可能收，我们家老吴也绝对不可能让我收。来来来，我帮你放回去。林阿姨，来，我帮你放回去。哎，林阿姨，以后绝对不可能这样啊，好了小苏。好了，林阿姨，行，我们知道了。小苏啊，你回去呢，转告小罗，就说我跟老吴啊，都把他当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。
我替他打打招呼、理理关系，那都是应该的。你们要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生分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回去啊，一定转告罗总。以后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帮小罗的，叫他放心啊。谢谢林阿姨。好，先走了啊。哎。这么贵重的瓶子，说扔就扔了。你要是喜欢，回头我叫罗总送你100个。这是我们立案厅今天拍的。这个是渔船案的家属吧？对，你看啊，这个是何守义的妻子，这个是他女儿。那个是胡白的妻子，边上是媒体人。哎，我跟你说邪了啊！今天这媒体人来特别多，好家伙，得有15、16个了。这个是？这就是刘凯的母亲呢。家属的心情啊，我都能理解啊。关键是你们和院办的同志都辛苦了。辛苦是应该的，但是我就希望咱们合议庭赶紧判，该杀的杀，该关的关。尤其是那个戚文静，太残忍了。我就觉得，必须给他判死刑，才能给老太太一点点安慰。你也觉得应该判他死刑？案情我是不了解，但是你看视频里头那祖孙俩，太可怜了。哎，你这2天有没有刷那个微博朋友圈啊？就是现在有几个记者，还有一个女明星。我跟你说，那女明星演那个，哎，演那什么来着？演那个。说重点。说重点，就是这一波人啊，他们去了那个郑铎养父家里头，拍了一段视频嘛。视频里呢，这郑铎的养父啊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说是特别后悔从小虐待了郑铎，还说郑铎这个人从小正义感十足啊，那绝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他不可能故意杀人，那必须是救人，得是英雄。还有，这波人我跟你说也不嫌事儿大，我跟你说啊。他养父家里的情况是不太好，他们就把这家徒四壁情况发网上去了，然后极力的渲染，说如果法院给郑铎重判了，那这留下一个瞎眼的养父怎么办？养父说着说话要去撞墙，说是要给郑铎赎罪。哎，这媒体啊都不知道真相，但是这个承办法官呢，我想啊，他自己心里边会有一杆秤。是，这个咱们是明白，但是我跟你说，老百姓的情绪是特别容易给煽动起来的。你不信，你到那个下方评论区你去看一看，好家伙嘛，现在炸翻了天了。还有一个导演说要把郑铎这件事儿拍成电影，你说好笑不好笑啊？喂。哦，行，好。吴书记，林青老师问您晚上几点能回家吃饭啊？怎么了？林青老师说家里来客人了。谁呀？就是您那个老战友的孩子，罗河公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这豆腐太好吃了。吃完了吗？啊，完了，过来坐。哎，小新来。小罗先去坐啊。哎，李阿姨辛苦了啊，不好意思，真是。你把他这酒收到柜子里放好的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你俩喝点什么茶呀？不用客气了。哎，那个普洱，好，等着啊，别泡去啊。跟你爸在云南前线的时候，喝的就是普洱。哦，现在是分精细了。什么老班章了、冰岛了、西归了，什么义乌了，炒得很高。是挺贵的，现在。那时候普洱是大众茶。赵大娘又晕倒了，她的儿子就是渔船案中4个死者之一刘凯，
杀死他儿子的人竟然是赵大娘的儿媳妇齐文静，一边是白发人送走黑发人，一边是8岁的孙女失去了顶梁柱的父亲，这叫这位70多岁的农村大娘怎么活下去？哎呦，你这都回到家了，你还看这些干嘛呀？真是的。小罗，喝茶。好嘞，谢谢啊。烫啊！吴叔叔，这茶真香啊！啊，你来我家不是专门来品茶的吧？有什么事儿？说。吴叔叔这一眼就看穿我了，说的我都不好意思说。嗨，跟我没什么客套的。也不是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我刚才电视里放的那事儿。于川案啊，你跟于川杀人案有关？啊，不是我，是那我兄弟郑铎，他呀真的挺可怜的。他小时候啊被他养父给虐待，得了间歇性的精神病。前阵子吧，我看他状态不太对，我就让公司给他放个假啊，让他到海边去散散心，度个假嘛，调整调整。可没曾想到，哎，碰上了劫银行的那个王贵平，他为自保没办法才把人给，现在要给他定性，让他负责。你说他多可怜一人啊！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呀，小时候住在机关家属院，那家属院门口有个胡同，我呢得罪胡同里的孩子了。有一天啊，我被3个胡同的孩子追着打，这个时候啊，郑铎出手相救，把我给救了。事后我就问他了，你为什么救我呀？他说他见不得我被人欺负的样子。哦，他是见不得，我是想象不出你被人欺负是什么样的。要我看来呀，这个郑铎是条汉子，真的，他算是个英雄啊！要不是他出手的话，哎，那2个人能活着出来，早就被那王贵平给捅死了。贵公啊，法院姓什么？人民法院。你是相信人民法院，还是相信你那个朋友？可是啊，我就说远点啊，这个事儿啊，真的非常复杂。这万一判错了，对吧？这个影响多不好啊！再说了，齐州中院又是在您领导之下的。错。法院独立办案，不是在我的领导之下。他的上级业务指导部门是省高院，啊，那不管怎么样都是党领导，对吧？党领导一切，在齐州您就代表党啊。又错，党在齐州的具体领导是齐州市委。行，就算是市委吧。什么叫就算呢？就是。吴叔叔就是个认真的人儿。哎，吴叔叔啊，我听说那个齐衡，听说什么了？这个齐衡挺有背景的，后台挺大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怎么一下子就空降到我们齐州中院当老三？您都没拦住啊！哦，我干嘛要拦他呀？你这小道消息啊，不怎么样。告诉你，齐衡是我专门要来的。是您啊？对。哦。哎呀，我还听说呀，这齐衡有一个家属刚刑满释放。你想，有这么一个性质的家属，这个影响多不好啊！第一，那只是齐衡的亲属，不是家属。第二，我们用他，又不是用他蹲监狱的亲属。他办的案子是好是坏，水平如何，
你就不要操什么心了啊。家属的视频都上了头条了，这网上议论暴增啊！从昨天开始，竟然还有一个网上发起的在线静坐活动。静坐活动，我看看，他们是要干什么呀？这是用来声援郑铎的。一个重大案件往往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啊，所以啊，这就要求我们法官的脑瓜一定要保持清醒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你们说啊，今年光渔船案发生的就有300多起，所有死亡人数加起来比我们这个单个案件多了，造成的损失也比我们这个案件大多了。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现说老百姓对这种渔船案件特别感兴趣，为什么就单单对我们这起那么较劲儿呢？这就叫人言可畏。有些人并不真正的关心一些真相，一个突发事件所激发的想象，如果能够震撼的那些人啊，多愁善感的那颗心，那么哪怕其他的事件它的后果要比这个事件严重的多得多，但他们依然会天天念叨这个事件，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恼。刘婷，时间到了，该开会了。哦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秦文静在杀死王贵平上属于共同犯罪，按情节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的帮助犯罪。齐文静想推刘凯下船，见其没有落海。老婆，你知道我是爱你，老婆。这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想害死刘凯，就算其中有可以终止犯罪的机会，都全然不顾，痛下杀手。这属于含有主观恶意的故意杀人罪，依法予以严判。我认为判处他死刑是合情合理的，同时也给被害人家属一个可够的起到交代。听听，上午还在说慎用死刑，尊重生命，下午说变就变了，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嘛，是吧？谁双重标准？怎么就不是双重标准呢？我这是就事论事。哎，张远，老牛，大家争论的很激烈啊。杨远，我说一下齐文静的情况。这个齐文静呢，杀死这个刘凯啊，他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刘凯啊，长期的对齐文静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暴力，这一点呢是有证可查的。可是大家想一想啊，人活着是要有希望的。如果是前面是看不到头的恐惧，人活着是没有勇气的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齐文静在船上好像看到了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啊，可以让他摆脱痛苦，摆脱恐惧。于是他就选择了，但是他错了，他选择了一个毁掉他一生的一个选择，他杀了刘凯。我想问一问，他的这种情况不符合法律当中所规定的减轻的这个标准吗？难道非得让一个孩子，一个7岁的孩子背负一生没有父母的痛苦吗？菊，你这个才是双重标准。郑铎救人你不考虑啊，齐文静，你反倒要仔细考虑起来了。你说的对，啊，不应该有双重标准，应该统一标准。每一个案子，每一个人，都要做出最符合事实的审判。如果我们有些人为了其他的目的，不管是为了社会的稳定，还是经济建设，或者是他人的仕途，我们来操弄法律的话，那我们就对不起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法袍，我们就没有资格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讨论那个，又
用哪一条的刑法来给这个人定罪？因为最应该定罪的就是我们这些掌握法律的人。七月，不好意思，你说的过于激动了。就是因为他曾经被虐待过，就可以杀人了吗？不错。问题是戚文静在刘凯生命危机的关头，不是过失啊，是主观故意将他弄下大海的。故意杀人的情节非常清楚，而且还有相关人员作证。后来他又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啊，跟另外2位被告共同编造了自行跳海的谎言。请问这一切有符合从轻判处的条件吗？卓挺，我说的是啊，酌轻轻判的基础，他有这个可能。既然这样，看法尖锐对立，无法统一，还是投票表决吧。我同意。我建议判戚文静死刑，但缓期2年执行。8票，差1票。同意判处戚文静死刑的，等等。我同意判处戚文静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9票，9票，死缓通过。全体起立。现判决如下：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后，一致认为，被告人戚文静杀死王贵平，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；杀死刘凯，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被告人李宇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期3年。被告人郑铎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齐远，啊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郑铎他装病就只判了6年，而齐文静他那么可怜却要判他死刑？为什么？郑铎这个事情啊，既成事实，我们尽力了，无法改变。齐文静呢，的确是罪不至死，但是审委会啊，有一些人的想法很难改变，也许只有死缓，才能说服其中的一个人改变他的投票。可是虽然判了他缓刑，可是也是对他的一种宣判，就等于说告诉世人他罪大恶极，你让他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女儿？难道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吗？马拉松，只要人活着，就会有希望。这个法律又不是给齐文静一个人定的，又不是只判他一个人的死刑，你为什么不想法律救了他呢？现在给他判了一个死缓，没准啊，他可以通过这个死缓，
变成无期徒刑，也可以变成20年。如果你今天纠结，那没准最后的结果就是必死无疑。如果不能白纸黑字按律执行，宣判的结果都是要靠人投票的话，那我们辛辛苦苦，我们学了4、5年才考过的司考有什么意义？我们那么辛苦背的那些法条又有什么意义？马拉松，你不能以偏概全。你问刚才说的，法律还有公平公正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法律，也没有完美的审判。那任何对事实真相的审查，都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重新理解，所以它不可能没有偏差。如果我们要能做成这样，就已经不枉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了。祈愿，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想不通，想不通，你慢慢想，我相信你会想得通。对了，郭伦怎么样？他挺好的，他现在住在小学同学范大志的家里，然后1、3、5照常去上手游开发课。好，哎，我也是真服了他了。马松，不好意思啊，将我们的手打开。来，你特意来找我的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也是渔船案的法官之一？嗯。这人资料你有吗？郑铎？你要他的资料干嘛？我严重怀疑我姐的失踪跟他有关。你有证据吗？我亲眼所见。我清楚记得，当时在游乐场，我姐是被一个左眼旁边有疤痕的男人带走的。郑铎他也的确左眼旁边有一道疤，可是这世界这么大，不一定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的。郭伦，你姐姐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，你真的还能记得住那个人的长相？你真的能够确定那个人就是郑铎吗？我不确定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一定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想啊，渔船上有8个人，死了5个，而且其中1个还是记者，这也太巧了吧？你说胡白啊？胡白他可不是被郑铎给杀死的，他是被那个逃犯王贵平给杀死的。谁能证明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谁能证明胡白一定是被王贵平杀死的？换句话说，就是谁能证明胡白就一定不是被郑铎给杀死的？
这也太巧了，只要有这个人在，就一定有记者出事儿。这该不会只是我们的臆想吧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到底帮不帮我查？不帮我查，我走了啊！哎呦呦，你别急，我又没说不帮，我帮。谢了啊。鹿港18号非法载客。一行8人，4人失踪，1人死亡。大家看这边，来，1、2、3。哎，姐，跟你说一声，我上船了啊。哎，因为海上没信号，我先关机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多拍照片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那位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害羞啊？哎，我发现你好像像一个人。你要吓死我呀！我就看看你拍的怎么样，我偶尔也玩玩摄影。潘老大刚才说了，一只船上只能有6个乘客。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我也刚上船。兄弟郑铎，相逢是缘，以后也是朋友了啊，多多关照。非得着急忙慌的，这么黑漆漆的要上岛。说岛上的菩萨特别灵，未来一定生儿子，咱们就忍忍吧。行，忍一忍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长、审判员入席。报告审判长，庭审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庭。好，请大家就坐。现在开庭，带被告人郑铎上庭。被告人郑铎，你再详细的复述一下，鹿港18号离港以后发生了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没有到达登仙岛？
啊，那天啊，先是出了点意外。看到5号，我是路岗18号啊，收到，请回答，前方情况怎么样？能见到5号。没事没事，这就是信号不太好。你这车喝多少白酒啊？晃这么厉害，能出海吗？能见到5号，收到，请回答。你踏实坐着吧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航海几10年了，这点风能算什么？我保证把你们都送到登山岛去啊！登山岛，不是神仙到不了。啥？登山岛5号？你说什么？啊？什么没有神仙上不了？没事，你踏实坐着，没事，坐着，没事是吧？啊，风要再大了，等会儿回去啊！坐着啊。所以你们的卫星电话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坏了。我们一开始以为真的信号不好，后来才知道是坏了。被告人继续。不用你，我来，手放开。没事吧？没事。登仙岛5号，登仙岛5号，登仙岛5号，收到这样，收到，请回答，前方情况怎么样？明白，返航。哎呀，怎么走不了啊？你放心，我跑船几10年了啊，保证把大伙送到地方。都进去吧，一大的活动愉快。进去，快！退什么退呀？啊！我保证你通道不就完了吗？你确定能到登仙岛吗？没问题。哎呀，快进去！你大了活动，快点！哎，我去，这天的风浪这么大，这客船靠不靠谱啊？兄弟，你不是专业潜水的吗？也怕这风浪？哥们儿，我是潜水的，我又不是鱼。别害怕，没事的，有我呢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他额头流血了，这样不行，得赶快止血。我船长那手里有医药箱。别去了，外面风浪那么大，太危险。你这人真……我去。哎，慢点。收到，请回答。把卫星电话给我。什么？
卫青电话给我，风浪这么大，去不了了，马上返航。你说什么呢你啊？海山村快你了解吗？我跟你说，趟过这个风暴圈就风平浪静了。再说了，回去我这船名谁管呀？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啊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小子还敢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这船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你要放我把轮海里危险，他妈试试！我看你还。啥？船长死了？还他妈坏！小子，你还上过海事学校？会不会船？我是上过海事学校，我不会开船。你不会开船呀？那船长都已经死了，我不动。我还不能死，我还没生儿子呢，老婆，对不起啊。船长死了，你们都知道。救生衣。小子，我问你，这船上有救生衣吗？这种船上肯定有救生衣啊。在哪儿？那儿呢。你，啊，找出来。好。就一件儿，拿过来。这救生衣是我的。求人拿着救生衣出去之后呢，我们跟着跑了出去，就看到。你别动了，从这上去！救生衣给我。就一个，我给你！别打了！怎么办啊？去啊！我死我去啊！被告人齐文静，救生衣后来被谁拿走了？胡白。后来呢？后来，王贵就冲了进去。我说这位朋友，别躲呀！你能躲哪儿去？别躲了。这点地方你也躲不住啊！来，出来，聊聊咱们啊！别紧张，聊，来，出来！你说你跑什么呀？啊，我的救生衣啊，你把它抢跑了啊！我不想死不了，这船现在不是还没沉呢吗？你穿它干什么？啊？干啊！反正我已经杀2个人了，再杀1个也不多。
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现在他们这船上我是老大，谁他妈不听我的，这就是下场。王贵让我们把血迹擦干净。他跟我们说，听他的话，他就不杀我们，能够顺利的到岸，他就一跑了之。他还跟我们说，不听话，现在就杀了我们。我们因为特别害怕，所以把他的尸体、刀，还有行李什么的，都丢到了海里去了。王贵是被你们杀死的，那你的丈夫刘凯又是怎么死的？他活该。他疯了，我们好像完全失去了航向，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，也没有人来救我们。怎么了？我老公不见了。什么呢？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岛。他说他看见岛了。什么岛？在哪儿呢？就在那儿呢，看到了吗？那哪有什么岛？老婆，我们得救了！我穿着救生衣，我可以游过去的。我到那个岛上叫人来救我们，你放心，我会回来救你们的。你快下来吧，那没有什么岛，你会死的，你快下来。有的，就在那儿，你看不见吗？你们瞎了吗？不是，那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你快下来吧。最后一箱水都喝完了，我们在海上已经喝了4次，那明明就有一个岛，你们说没有？你们是瞎了吗？你们肯定都瞎了！我救他下来。刘凯，那什么都没有，那根本就没有岛。你快下来吧，太危险了！你们都疯了！哎，你们干嘛呀？你干嘛？哎，不去了。
事实陈述就到这里，下面是举证质证，由公诉人开始。好的，审判长，请合议庭先翻到证据项第1页，这是一份证言。作证者呢是案发当天与鹿港18号在海上相遇的登仙岛5号的船长莫海生。由于他本人无法到庭，所以公诉人将这份笔录呈上。可以证明，案发当天，鹿港18号的确与登仙岛5号在海上相遇。船长莫海生曾劝鹿港18号返航。何守义对自己多年航海经验的自信，最终他决定冒险前往，最终才导致了杀人事件的发生。第2份证据是根据海事卫星的定位数据绘制的航海路线图。通过这张航海路线图可以看到，鹿港18号在驶离了码头之后，的确是朝着登仙岛的方向驶去。那在航程一半的时候，碰到了登仙岛5号船。不过仅仅过了10分钟，鹿港18号的信号就消失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海事警察隔了半个月才找到他们的原因。为什么鹿港18号的信号会突然消失？公安机关检查了鹿港18号上的卫星信号发射器，发现是线路进水导致的短路，应该是机械故障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关闭的？这不大可能。首先，卫星信号发射器的开关被调在开那一档，也就是说，当发生故障的时候，它应该是开着的，而没有被关闭过。其次，在设备上只能够提取到船长何守义的指纹，而提取不到任何其他人的指纹，所以呢，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。第三，在设备的插座以及电线附近都发现了进水烧灼的痕迹，而且包裹电线的橡胶皮本来就有一点老化，所以大致认定是漏雨进水导致的短路。最终确定是机械故障，而不是人为的关闭。请合议庭翻到卷宗证据项第10页。下面是一组案发现场血迹的照片证据。通过发光胺的呈现，在船舱内的地板上发现了被害人胡白的大量的血迹，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胡白是在这里遇害的情形相一致。其次，在船头的栏杆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，被证明是船长何守义的。那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何守义是在这里被捅杀的情形相一致。另外，在船头的甲板上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。虽然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滩血迹是谁的，但这也与3名被告人描述的他们是在这里联合杀死王贵的情形相一致。为什么不能确定血迹是谁的呢？是这样的，其余6个人的血样都很容易采集，而且也匹配成功了，唯有王贵，在公安机关的信息数据库里查找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的身份信息，所以没办法进行血样的比对，只能够排除是其余6个人的血迹。但是，据3名被告人供述，在他们最初登船时，在船头甲板上没有看见过血迹。那为什么没有王贵的信息呢？公诉方怀疑此人使用的是假名，但是现在人死了，尸体也消失了，所以没办法进行考证。在血迹报告的后面是法医的鉴定意见书。首先是在发现了鹿港18号附近海域的某个荒岛上找到了刘凯的尸体，经鉴定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伤口，所以可以确认为溺水身亡。其次就是船上各处血迹的分析报告，那通过失血量来判断，胡白和王贵可以被认定为死亡。用于杀死王贵的那把弹簧刀上的血迹分析报告，为什么没有？那把弹簧刀丢失了。据被告人郑铎供述，当海事警察发现他们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兴奋，急于脱险，所以在登上海警船时，不小心那把弹簧刀就掉到了海里。那虽然后来警方也搜索了附近的海域，但始终没有办法找到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3名被告人郑铎、齐文静、林宇的犯罪事实已经在起诉书中明确的认定，而且也为今天法庭的调查所证实。
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亦供认不讳，他们承认是出于恐惧而联合杀死了被害人王贵，所以根据相关的法律，应当判处3名被告人故意杀人罪。在审查此案中，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的交代，而且均有悔罪的表现，所以请合议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、情节、性质，以及考虑到3名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，依法给予公正的判决。辩护人有什么辩护意见吗？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根据事实和法律，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观点：关于事实的认定，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，我的当事人郑铎只是让齐文静扎伤王贵，而并不是杀死王贵。没想到齐文静失手杀死了王贵，所以郑铎不应该对王贵的死亡负有责任。关于适用法律，被害人王贵之前已经杀死了船长和另外2名乘客，他也有很强的动机杀死剩余的2名乘客灭口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的当事人郑铎想要制服王贵，属于典型的正当防卫，不应属于故意杀人范畴。综上所述，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所提出的罪名不适用于我的当事人郑铎，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事实情况，依法免除我当事人郑铎的刑事责任。老总，他说他的事儿还指望着您帮衬着，说要不然的话，他怕自己在警察那边管不住自己的嘴。就这些吗？他要求我一定把这段话完整的带给您。下回啊，你去看守所见你的当事人的时候，你也转告他，让他记牢，没有人能够要挟我。他还说啊，他对罗总绝对有用，不光是10年来如此，而且会将是永远。去啊，赶紧坐。今天这个合议庭到底是什么看法啊？你们？虽然有些地方呢还不完善，你比方说那个杀人用的弹簧刀始终没有找到，其他方面也听不出什么毛病。我反而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。什么问题？其实可以支撑此案的仅仅是3名被告人的供词，那些所谓其他的物证也只是血迹。可是这些血迹仅仅可以证明这些人是在这些地方被杀死的，能够证明是谁杀死的吗？甚至说还有王贵手里那把短刀，有没有可能王贵手里根本就没有短刀？反正他已经失踪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推到他脑袋上。还有，我们在船上根本就没有发现刘凯的血迹，难道这就一定证明说他是自己跳海的？有没有可能他是被别人扔到海里去的？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推断可能性而已。万事皆有可能，但这仅仅也只是可能。话里有话啊，怎么讲？证据。关键是证据。事实需要证据来印证。杀人呢，一定是有动机的。经过调查，这3个人的供词已经得到了相互的印证，而你刚才的这些推测，请问
证据在哪里？动机又是什么？暂时还不知道。我看大家说的都很好。这个案件呢，基本上事实呢已经很清楚了，3名被告呢都已经认罪，而且他们的口供是高度一致的，公诉机关提起的诉讼呢也是合情合理。但是，你但是什么？不是，我听过一句至理名言，就是“但是之前的都是废话，但是之后才更加重要”。得，还一套一套的。闭嘴。齐远，你刚才的但是是？我刚才的但是啊，咱们说好了，我刚才的但是，前面那些话，可都不是废话。这个但是呢，我有一些疑问。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卫星电话。我想问一问大家啊，这个何守义在船上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是在甲板上打电话，然后被王贵刺中胸口，推下去的。妈，老子命要紧还是船票要紧啊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小子还敢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这船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你要是不听话的话，把你们孩子喂鱼去。你他妈试试！我操，你还！是何守义，当时手里拿了电话，那他掉到海里的时候，电话呢？跟那人一起掉海里了？不对，供述里是说，王贵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是拿着海事卫星电话的，而且反复确认电话确实是坏了。可是我有个问题啊，你们说就在这一瞬间，他是怎么把电话夺过来的？当时天那么黑，船又在摇，郑铎没有看清楚，也完全有可能啊。或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，王贵在把何守义推下海之前，先把电话从他手里夺过来了。这个细节有时候记混淆记得不对，甚至是忘了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，如果要把这些细节记得清清楚楚，丝毫不差，甚至3个人的口供都是高度一致，说明什么？这3个人的供词严丝合缝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3个人的证词严丝合缝，高度一致？串供。当然，也不能说他们的口供是一致的，我们就说是串供；口供不一致，我们就说人撒谎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案子到我们法院，如果我们在这个案子有漏洞的情况下，把这个案子给判了，那就是我们法官的责任。你们别忘了，我们法院是守住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当然我们坐在法官的这个审判席就要尊重一切可能发生的可能性，善于找出这些小问题，即使这些小问题呢，不能代表着有什么疑问，或者是对案件产生重大的转折，但是呢，它也能训练一下我们的思辨能力嘛。齐院不愧是干过公安的。齐院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如果我们今天的推断都是正确的，那他们3个人就是在说谎。那我们这案子应该怎么判呢？如果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如果说的就不是事实。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推测，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在撒谎的。所以一切都要以庭审当中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做客观的审判。思辨精神咱们要有，但是不要有主观的臆断，主观的臆断会影响正确的审判。下班。马浩松，齐院长在吗？哦，我刚好像看到他刚走，怎么了？嗨，这有他的信。你是不是不知道他办公室在哪儿？对啊。你给我吧，来，我给你送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客气。这么多。
哟，张院，啊，怎么了？好像电瓶没电了。啊，你怎么能会修车呢？我给你找一个人。不用，